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了事。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这都是那些白宫中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们所引起的。以我的推测，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付之东流。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让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主宰中国？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人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又走回了原来的起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噔，金国，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呀？没什么，我瞎唱的。瞎唱？一定有什么好消息了吧？对，父亲，是有好消息，有好消息。坐下说，坐下说。来，父亲，您发表的声明得到了美国众多议员的赞同，他们已经联合上书美国政府，要求严惩中国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美国的态度是意料中的事，这得感谢他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的大忙。是，父亲，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快说！你用援华拨款购买的武器和军火，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近期就会运到台湾。现在，中共与苏联打得火热，与他美国对立起来了，那么美国就自然会把先进的武器送到台湾来。是。不过金国，你得记住啊，美国绝不是在单纯的保护台湾。啊，父亲，其实这也是一种平衡。不过，如此下去，那台湾最后会不会落到美国人手里？既然你刚才说了是一种平衡，那么当有一天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美国人还会再做选择。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所为。中共不是刚刚占领了上海吗？能让他毛泽东过得这么心安理得吗？我明白了。好了，静儿，去忙吧。好的。
美国人不是一向标榜门户开放吗？啊，时下除了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和台湾一小块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被美国人用军舰和大炮给封锁起来了吧？美国人企图以这种方式制造经济压力，迫使我们调整起政治路线，实施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文白兄的意思是，我们要亲苏，又要亲美，二者并重。对呀，当今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争霸，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强都想争取的对象啊。我们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点。文白兄啊，参加政协会议的很多民主人士，也都赞成你的主张吧？我和张兰老交流过，他也是这个意见。主席啊，本来全国解放后，很快就要搞经济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单靠我们自己，显然不够啊。应该尽可能的争取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也不够。我想，最好向美、英等发达的西方国家争取，单单依靠任何一国都不行。我的话直啊，可能和你们的意见相左了，还请主席见谅啊。文白兄多虑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好朋友之间就是要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间贸易往来有无相通，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应当和世界各国做生意，包括英美，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盲目的排外。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健康的发展，必须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只是眼下的中国，还不适宜啊。文白兄，要有思想准备啊。这个问题，我准备跟你辩论100年。主席真是个痛快人啊！我也正想听听你的高见。现在不是我们不想开放，是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开放。面对一个即将崛起的新中国，美国还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新中国进行平等的交往。他把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就在刚才，陈毅同志从上海发来电报，国民党的海空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上海及沿海我军控制的港口进行封锁，造成我们严重的经济及民生损失啊！有这种事儿？你们打算如何应付啊？我们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反帝力量进行联合反击之外，别无选择。文白兄，你说呢？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40年革命经验和共产党28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以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援助，就是苏联的援助。孙先生有了经验，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去这方面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说吧，福，你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大使先生，华盛顿来电，让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见一下蒋介石。作为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关系之前就回国，恐怕不会被本国的公民所理解。大使先生，白宫的智囊团完全是猪脑子，他们也不想想，我在拒绝北平之行后，马上去广州拜会蒋介石。共产党肯定觉得我是有意在侮辱他们，他们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不会放过我。我在中国仅有的一点用处也将丧失殆尽。其实，在这个国家，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大使先生，我们还是赶快回美国吧。也没有那么容易。中共外事委员会不是已经通知我们了吗？由于他们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大使身份，必须按照普通侨民离开中国的规定，还要找2家知名的商号做担保。大使先生，我已经找了黄华，他答应对您特殊照顾，由他本人亲自出面为您担保，不需要其他的手续。我这个学生还是有情有义的。Mr. President, both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s have been criticizing our actions towards China. But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know the facts. In the past, General Marshall has been afraid of revealing the whole truth, as he was afraid of damaging Generalissimo Chiang. But now, as KMT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the U.S. has no need anymore to support any regime inside mainland China. Not now, not in the future. I suggest writing a detailed report on China-U.S. relations for the past 5 years. And publish as a government white paper as soon as KMT falls. This is necessary. So, organize a group of writers immediately.
But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keynote of this white paper be properly set. I don't believe the public will be convinced by a white paper purely designed to defend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on China. I had an issue with this subject too. However, just the other day, I was watching a film with my family, and there was this scene with British thoroughbreds. And I remember Ambassador Stewart's remarks on Chang as an inferior horse. So we just have to show how inferior that horse really is. Well, that's all we can do. Get the report written as soon as possible. As to the date of release, Ambassador Stewart is returning soon. I think it's best if this white paper not be published until after he leaves China.父，将来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完成2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先生当年在南京送给我的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2是将我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好。艾奇逊国务卿在白皮书中披露了大量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堕落的材料，说明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是蒋介石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无耻！这是我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未遭受的国耻。父亲，这比之苏俄侵害我国，置我死命之毒计更恶也。父亲，夫人在美国不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吗？让他们不要把这个文稿发表出来。怎么现在？马上给夫人打电报，让她立即回来，1分钟也不要待在那个龌龊之地。好的，我这就去办。杜勒门和艾奇逊为了给他们错误的对华政策做辩解，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蒋介石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虚弱和无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情性命。不过，艾奇逊这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对自由派民主人士还是有一定的迷惑作用的。恩来，我准备写篇文章回应他，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夜已离开南京。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爸妈，我回来了。哎，安月，你最近不是忙得很吗？怎么有空今天回家？我特意来帮周副主席给爸爸送份文件。爸，哎，您最近也在研究美国的白皮书啊？啊，这几篇批判白皮书的文章啊，一看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辛辣平实，力透纸背。爸，这份文件是周副主席亲自起草的，即将在新一届政协会议中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第7章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内容。周副主席说一定要请您亲自过目，他要听听您的意见。我给您读吧。哎，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致力于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少卿啊，吃了2个月的洋面包，肯定是吃腻了。是，所以啊，我今天特意准备了纯正的家乡菜啊。你尝尝这腊肉，有没有你们花明楼的味道啊？哎呦，好香啊！哎，来，这个得我来。今天是我请客，这酒当然是我来斟吧。啊，中国有句俗话，酒要满，茶要浅，心要诚啊。是。哎，恩来啊，我们3个吃辣椒，你享受不了这美味，啊？哎，你可以吃这青菜和鸡蛋啊。少杰啊，你这次去莫斯科，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啊，是啊，那是1921年。那次呢，是和任弼时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对了，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同志。这次去莫斯科的变化可真叫大呀。少奇同志啊，你每次从苏联发来的电报，主席和我们都看过了。想不到苏联老大哥对我们中国革命这么支持啊！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刚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晚就接见了我，后来又专门安排了3次见面，并把苏共中央领导一一的介绍我认识。除了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外，斯大林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别墅花园，品尝了他亲手种的那些蔬菜瓜果，还陪我看了电影。就连他身边的人都说呀，从来没见过斯大林同志对外国的朋友们这么热情过。斯大林同志啊，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歉意。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尤其是鄙人。在他眼里啊，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俄国布尔乔亚式的农民领袖，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王啊。主席说的一点都不错呀。斯大林曾经几次跟我表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他是不是妨碍和扰乱了我们？他为此呢感到内疚和不安呢。他还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是真正的胜利者。好啊，为斯大林同志这句话，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咱们干了这一杯！来，好，主席，来，老总，来，干！少奇同志啊，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持什么态度？他是很支持的。主席啊，我回国之前呢，斯大林同志还特意询问了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希望他早日康复。弼时同志的病情还很不稳定，正在医院里治疗呢。少奇啊，关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同志是持什么态度啊？这个问题呢，他专门和我谈过，他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个条约怎么修改，还是重新修订，他说要等主席访苏的时候再亲自面谈。哎，如此说来，斯大林同志还是欢迎我去苏联访问的。父亲，您在看什么？军国，如果我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我是说万一，那么如何来阻止他毛泽东攻打台湾？从目前看，只有依靠美国。可是美国已经宣布了，不再支持咱们。王阳明说过：“此心不动，随机而动。”你看，这是中国、苏联，这是东欧诸国。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阵营即将形成了。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尤其是他美国最为担心的。我之所以前不久去了菲律宾、韩国，那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蒋中正才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先驱者。林老啊，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共同纲领中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任老爷，其言也真呐。如果润之愿意听，那我就直言直谏了。谢谢。恩来对我说过，您对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一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主席，我爸爸已经修正过他的观点了。是吗？我跟文白兄说过，外交这件事啊，要辩论100年。林老先生怎么就放弃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做了一辈子外交，深知干外交的人必须务实。可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不会彻底放弃国民党政权的。所以，中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别无选择呀。正如主席说的，一边倒。这个我理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林老所言甚是啊。新中国百废待兴，可谓是一穷二白啊。未来的建设发展困难重重，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助啊。如果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当然是好事。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但是被斯图雷登拒绝了。所以问题不在我们这边。其实司徒先生还是很爱中国的，但是作为大使，他就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带信给我，希望我向你们转达
如果中国政府放弃外交一边倒，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上亿美元的援助。司徒雷登也让陈明书将军转达过同样的意思。恕我直言，美国人照旧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那是要肚子痛的哟。主席，这话也不全对。古人说的是“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但没说吃下去会肚子疼啊。小亮，嗟来之食一般都不太卫生啊，吃下去很可能肚子要痛的。不过任之啊，我还是有一个顾虑。请讲。当前美蒋都在宣传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有这个担心呐。一边倒，会不会使我们丧失独立，从美国的附庸变成苏联的附庸啊？爸，林老先生本人也有这个顾虑吧？不错，所以我希望润之能够当着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不能操纵中国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毛泽东就是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那些九泉之下牺牲的革命先烈。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真的建国了，共产党真的掌握政权了。
父亲。父亲，刚刚得到消息，孙夫人、张兰、李济深、陈树通、黄炎培，还有张治中将军，他们已经同意参加中共在北平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了。可耻！父亲，叛徒，叛徒，全是党国的叛徒！父亲，父亲，毛泽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他并未把握时机。我们还有几十个邦交国，让他们认可毛泽东，可没那么容易。外交上折冲尊祖，他们不懂。这次国旗的征集活动，更收到了3920件作品，2992幅图案。哦，其中大多数人看好这个大五角星的图案。哦，这3条横杠代表什么呀？长江、黄河和珠江。哈哈，用3条横杠来代表河流，恐怕不太妥当吧？啊？文白先生和您的意见相同，他也倾向于这面5星红旗的图案。哦，他的理由呢？红色象征革命，这颗大五角星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小星星围绕着大五角星旁边，代表着我们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觉得文白先生说的有道理。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脸面，我们即将缔造的新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克服千难万险，是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当它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不仅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还要有一个拿得出手、让人眼前一亮的国旗呀！是啊，那我们就以这面5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哎，再征求一下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啊，这是件大事，咱可不能搞一言堂啊！主席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开国大典的时间由10月1日上午10点改为下午3点。好。总裁，一切都准备好了，100架轰炸机，100架战斗机，何时起飞，请您指示。总裁，共产党以为把开国大典放在了下午，从台湾起飞的飞机没有续航能力，北平就平安无事。他们打错了算盘，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我们决心背水一战。父亲，总裁，下令吧。总裁，下令啊！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
就同此两人，云水间响彻我们